婆婆一个肉包子导致我过敏休克进了医院，她却不以为然，劝我别矫情，过敏又死不了，怀上孩子最重要。可她似乎忘了，我那刚成型的孩子是她见死不救，亲手害死的。此刻，我终于懂了大姑姐的警告，婆婆没有心，她就是一条毒蝎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年前刚做完4维彩超，婆婆赶忙跑来问男孩还是女孩，我随口说了句女孩也挺好，想要女孩，差点一尸2命。婆婆听完默不作声，直勾勾盯着我的肚子，盯得我发怵，手下意识贴在小腹上，做出保护的动作。婆婆这才回过神，朝我笑了笑。我去买些水果。当晚，婆婆递给我1碗水果粥，说是有助于通便。我瞧着各色新鲜的果肉，食欲大开，不疑有她端过来就喝了个干净。婆婆看着空碗，露出一抹欣慰满意的笑容。大概半个小时后，我感觉一股凉气从胃窜到下腹，肚子慢慢开始坠疼。本以为是正常的通便反应，结果马桶里全是血。我被刺眼的鲜红吓到直接僵住，心脏砰砰跳，脑袋轰鸣，颤抖着发出一声破碎的尖叫。婆婆闻声赶来，焦急询问：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疼痛不断加剧，我只能倚在墙上，捂着肚子，弓着腰，整个人都在颤抖，哆哆嗦嗦挤出一句：肚子好疼。婆婆打电话，不可能，怎么会流血？难道剂量放太多了？婆婆一脸惊讶嘟囔着。我疼到4肢痉挛，瘫倒在地，顾不上追究对错，只想尽快去医院。婆婆，快打电话呀！我满手是血，奋力拽住婆婆的衣角，她才反应过来，哆嗦着掏出手机。肚子里钻心刺骨的剧疼不断袭来，我试图咬牙强忍，咬到指尖发白，嘴里全是血，却不想婆婆看了我一眼，竟然默默放下了手机。她瞧着我身下的鲜血，眼底露出阴雾狠戾之色。我被婆婆的眼神吓到，不自觉打了个冷战，一股温热从身下猛然涌出，顾不得思考其他，脑海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叫嚣：保住孩子！婆婆，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我试着抓住婆婆的手，想要站起来，她却冷漠地往后退。面对我的恳求，婆婆没有说话，淡淡扫了我一眼，悠然散漫地转身，提着包离开。听到关门声，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心如死灰，可我不能放弃，强撑着最后的力气和意识往门口爬去。血腥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漫开，泪水混着汗水模糊了视线。此刻，我感受到了离别和死亡的威胁，眼前一黑，终是不甘地合上了眼皮。再醒来是在医院，爸妈和老公红着眼围在床边。我摸了摸平坦的肚子，眼泪忍不住从眼角滑落，浓浓的恨意涌上心头，攥紧身下的床单，咬牙切齿地嘶吼：是婆婆，她想杀了我和孩子。我哽咽着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知爸妈和老公。闻言，空气中响起同频的吸气声，随后陷入寂静，他们脸上都流露着震惊和愤怒，身后却传来一声不和谐的轻笑。大姑姐挺着孕肚，悠哉地啃着苹果，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。呵，我就说吧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准没安好心，老妖婆怎么可能不作妖？老公解释，我能捡回一条命，全靠大姑姐及时赶到，拨打了急救电话。我向大姑姐表示感谢，她笑着点头，语气轻佻：弟妹不必客气，你不知道，我一进门就看到你躺在血泊里，
洗手间到客厅全是斑驳的血迹，吓得我差点原地生娃。说着，又轻快地啃了一口苹果，看向老公：“这可不是一件小事，你要想清楚该怎么做。”老公蹙着眉，一言不发。沉默片刻，起身对我爸妈深深鞠了一躬：“爸妈，没能保护好佳佳和孩子是我的错。至于我妈……”老公缓了片刻，拳头紧握，声音冷冽：“他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”老公没有犹豫，当场报了警。大姑姐在一旁拍手叫好。我瞧着大姑姐义愤填膺的样子，想起初见时她对我的警告。当时不理解，婆婆主动上门照顾我，明明是件好事，老公为什么会气愤发狂？大姑姐端着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却字字句句都在对婆婆。婆婆用祈求的眼神望着我，脸色苍白，委屈巴巴。我心软了，拉过婆婆挡在身后，批评指责老公的所作所为，不顾大姑姐阻拦，安排婆婆住进家里。老公气得浑身发抖，脸色铁青，看着我欲言又止，只能无奈地摇摇头，转身和大姑姐小声商量着。最后婆婆和大姑姐一起住进了我们家，娘俩一言不合就掐，我处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很是头疼。趁着大姑姐午睡，我向婆婆询问缘由。婆婆叹了口气：“佳佳，咱娘俩说些知心话，你别告诉任何人。”我点点头，抓起一把瓜子，坐在板凳上安静吃瓜。其实你姐肚子里的娃不是你姐夫的，我骂了他几句，让他不要乱搞，安生过日子，这就被记恨上了。他还挑拨儿子和我的关系。佳佳，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婆婆哭得鼻一把泪一把，我递上纸巾，轻声安慰着。自此对大姑姐产生极其不好的印象，甚至劝老公离大姑姐远些。老公听完很生气，第一次对我冷脸发了脾气：“胡说八道，姐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吗？她说什么你都信，吼什么？我是你老婆，说两句怎么了？别在这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好心！”老公冷哼一声，连人都算不上，他哪里来的好心？打小家庭氛围和睦温馨，我根本不会吵架，没吵几句就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完败！老公见我落泪，立马闭上嘴，忍着怒火，转头跑去质问婆婆，指着她的鼻子歇斯底里：“你有什么脸搬弄是非？敢不敢当着我们的面说说你都做过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我们还愿意叫你一声妈，不过是看在佳佳的面。”婆婆无措地站着，含泪盯着老公，嘴张了张又闭上，看起来虚弱又可怜。下一秒，抬手狠狠扇了自己2巴掌，边扇边哭：“全是我的错，不该嚼舌根子，我该死！婆婆，您这是做什么？”我吓得赶忙拽住婆婆的手制止，狠狠瞪了老公和大姑姐一眼。老公气得喘着粗气，摔门走人。大姑姐怔了怔，细细打量着我，看来弟妹不待见我呀，那我走就是喽。不过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小心养虎为患，别被蝎子蛰了才知道后悔。我当时对这话不以为然，事到如今才悔不当初，早该想到的。老公是个很有原则的人，为人和善，大方孝顺，怎么独对婆婆充满敌意，甚至结婚时都不让她出席？斟酌再三，我还是对老公提出了疑问：“老公，婆婆到底对你和姐姐做了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”老公握着我的手紧了紧，眼神瞥向大姑姐。大姑姐点头示意。老公沉默过后，才缓缓开口：“听完，我感觉灵魂和三观受到了重创。身为母亲，怎么能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做出这样恶心、没有人性的事？我从没想过老公的童年这样凄惨，
打记事起，婆婆就对年幼的老公非打即骂，一年到头身上没有一块好皮，不是淤青就是鞭痕。吃着剩饭剩菜瘦的皮包骨头，姐姐不忍心，会把好吃的偷偷藏起来，私下拿给弟弟。被婆婆发现后，两人免不了一顿毒打。就连老实巴交的公公，在老公7岁那年，被婆婆逼得悬梁自尽，没有丈夫可以依靠。婆婆不想着自强不息，而是出卖自己的身体以色获利，多次被男方老婆堵在家里打骂。婆婆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嘲笑原配留不住男人。婆婆因此臭名远扬，连带老公和姐姐也受到排挤和霸凌。之后，婆婆带着2个孩子辗转多个乡镇居住，依旧死性不改，招蜂引蝶。老公一直以为婆婆重女轻男，毕竟姐姐吃穿用度从不缺斤少两，她却只有捡漏的份。从初中到大学，老公的所有开销婆婆一毛不拔，全是她辛苦打工一点点积攒的。更过分的是，16岁那年，婆婆为了钱，试图把她卖给了村子里有特殊癖好的老光棍。要不是姐姐拼死相护，她早就因为这件事，老公对婆婆彻底绝望，怀恨在心。离乡上学后不愿回去，再后来突然收到姐姐结婚的消息，她才得知真相。婆婆为了高额彩礼，把姐姐卖给了傻子做媳妇，也就是现在的姐夫。从始至终，婆婆爱的只有钱，孩子在她眼里不过是获取利益的工具。佳佳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对你隐瞒过去，我懦弱的不敢面对，不愿承认现在光鲜亮丽的自己有着不堪的曾经。我害怕你会嫌弃我，如果我早早告知真相，你和孩子也不会。老公再也说不下去，捂着脸痛哭，随着肩膀颤抖，泪水不断从指缝滑落。大姑姐独自坐在窗前，直视着远方，不知想些什么。我听完也觉得心里堵得好难受，安慰的话不知该如何说起，只能抵着老公的额头蹭了蹭，轻声安抚：不是你的错，我的老公是个很好很优秀的男人，爱都来不及呢，才不会嫌弃。我抬起头，用手戳了戳老公的胸口，假装气鼓鼓：你居然这样想我，还是不是亲亲老公了？话音刚落，就被老公搂进怀里，他把下颚埋在我的脖颈，轻声呢喃：老婆，有你在真好。事后，我为自己的圣母心对老公和大姑姐道歉，不该被婆婆的表象蒙蔽，盲目的指责他们。大姑姐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，许久才摇摇头，笑得无奈。其实我很羡慕你，20几岁还能保持善良纯真，证明你的家庭环境有爱幸福。善良的你并没有错，错的是利用善良作恶的人，错的是脏了的心。老公报警后，婆婆在老家被抓获，连同卖药的人一起拘留罚款。自此，对于婆婆的动向，我们没太关注。直到出院那天，我和老公提着打包小型回家，看到房敞着，门锁被撬开，刚进门就看到婆婆一副无赖模样，瘫在沙发上，地上全是垃圾。老公气得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她：你怎么在这？谁允许你进来的？婆婆看着电视，眼皮都不抬一下，嗤笑着：你是我儿子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，好儿子。送我进派出所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以为我会一直关在里面？可惜呀，我出来了。说完，随口将果皮吐到地上。我感觉太阳穴直跳，刚想上前理论，被老公按住，说了句：你歇着，我来。老公不由分说，拎着婆婆的东西全给扔了出去。婆婆不再伪装，
站在门口拍着大腿骂老公白眼狼不孝顺，声音大到恨不能让所有人都听见。可她嘴里说的全是颠倒是非的谎话。她何时疼爱过老公？何时连夜冒着大雨带他看病？我实在听不下去，直接吼了一句，打断他的话：闭嘴！说瞎话也不怕闪了您的舌头。我倒要问问，身为奶奶害死亲孙子有何感想？不会愧疚吗？哼，这不都怨你吗？婆婆冷哼着白了我一眼。你要不说是女孩，我会动手。转胎药还花了我500块呢，吃药的人多了，怎么就你流产？说不准是你身子有问题，注定留不住孩子。你胡说！我气到发抖，血液蹭蹭往脑袋上涌，恨不能亲手杀了他。老公见状，把我拉进怀里，拍着背安抚，怒斥婆婆让她抓紧滚出去。婆婆没吱声，一屁股坐在门口纹丝不动，掏出牙签悠闲地剔牙。她不进来，我们也出不去，谁都别想好过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求助派出所。警察过来询问一番，调解几句就离开了。家长里短，人家干涉不得。看着一脸猖狂无赖的婆婆，我拨通了大姑姐的电话。没多久，大姑姐提着行李过来，婆婆昂着脸不让道。大姑姐二话不说，直接把包从婆婆头顶扔了进去，笑嘻嘻地站在门口，对婆婆吹了个口哨。哟，这年头乞讨都兴直接上门了。呸！不要脸的晦气玩意，揣着野种也好意思招摇过市。见婆婆恶语相向，我的心跟着颤了颤，担忧地看向大姑姐。她挑眉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笑得开心。您说的对，也不知我这个丢人玩意是谁生的，随了谁，说不定是有人作恶太多，老天爷专门派我收了他。放屁，反了你了！婆婆说不过，抬手就要打人。大姑姐肚子一挺，招呼着：来来，照这儿打，使劲儿打，把你嘴里的野种打掉。你敢吗？我不介意送你继续进去吃牢饭。婆婆当然不敢，憋得脸都绿了，只能咬着牙把手放下，装模作样的说了一句：我不和你一般见识。看婆婆吃瘪，真是让人神清气爽。我在身后对大姑姐比个赞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和婆婆就这样僵持着，谁都没有让步，上下班全当看不见，直接从她身上跨过去。这场闹剧持续到大姑姐生产才结束。看到婆婆慌张地赶到医院，我还以为她终于良心发现，谁曾想婆婆关心的话一句没有，张口就向姐夫家索要10万，不给就把姐姐的事宣扬出去。刚从产房出来，大姑姐还有些虚弱，白着脸倚在床头，看着姐夫一家逗弄孩子，笑得异常温柔，对婆婆的话充耳不闻。婆婆不甘被无视，尖叫着上手去抢孩子，老公眼疾手快挡住，把她甩开，出声警告：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别逼我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你该清楚，恨到极致，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婆婆被老公的凌厉吓住，慌张地后退2步，眼神在我们身上扫了一圈，斟酌再三，愤恨地跺脚离开。走时还不忘威胁一句：走着瞧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。这句话对于大姑姐来说不痛不痒，我却担心的睡不着。现今社会舆论是把利器，杀人于无形啊。老公看出我的顾虑，让我放宽心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对于婆婆，没人能设想她会发什么疯。果不然，消失几天的婆婆带着一光头男人大闹了孩子的满月酒，当着众人直言孩子是这个光头的。婆婆脸上满是幸灾乐祸，手在半空夸张地比划着，一开口就知道她不安好心。我这闺女打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主，
现在还嫌弃我给他安排的亲事，偷人不说，居然还有了孩子，恬不知耻，给人戴了绿帽子。这不，人家亲爹找上门喽。就是，既然愿意给老子生孩子，不如离开傻子，跟老子走。你的滋味，老子还真是念念不忘。光头男人猥琐地舔着唇，一脸淫笑。面对突发情况，宾客们面面相觑，目光聚集在大姑姐身上。大姑姐没说话，紧紧盯着婆婆，仿佛被莫名戳中了笑点，忽然笑出声，笑着笑着流下了眼泪，仰起头努力眨眼，可通红的眼眶依然抱不住汹涌的泪水，笑到捂着肚子弯下腰，笑到疯狂咳嗽。大姑姐在我眼里一直都是随遇而安、云淡风轻的模样，见她这样癫狂，我竟没来由的鼻头一酸，紧紧握住老公的手。老公拍了拍我的手背，吩咐我坐着不要动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老公直接跑步上前，一拳把光头男人打倒，按在地上使劲捶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老公打架，紧张的腿肚子都在抽筋，只能强迫自己把目光贴向别处。姐夫虽然痴傻，看到大姑姐流泪，还是慌忙把孩子塞爸妈怀里，蹲下身给大姑姐抹泪，嘴里嚷着呼呼就不疼了，痛痛飞。大姑姐破涕为笑，摇摇头，揉了揉姐夫的头发。在场的所有亲戚也不再冷眼旁观，齐齐站起来围成一圈，把婆婆和光头男人堵住。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自发加入老公，把光头男人揍得嗷嗷叫。婆婆见状依然不死心，掐着腰叫嚣：谁要你们多管闲事？我的女儿我说了算。呵，是吗？大姑姐抹去眼泪，一步一步走向婆婆，眼底坚定又哀伤。谁愿意做你的女儿？你配为人吗？要我当着大家的面细数你做过的丧尽天良的事吗？你嘴里孩子的亲爹，到底是我放浪勾引，还是你为钱蓄意设计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要是不清楚，咱们去派出所对质怎么样？你真以为我手里没握着证据吗？一听这话，婆婆立马消了气焰，心虚地摸了摸鼻子，谄媚笑着赔礼道歉。光头男人被揍得鼻青脸肿，扛不住，满嘴血哆嗦着指向婆婆，含糊不清地说出真相：是这个老太婆主动联系我，她让我来抢孩子，承诺卖了钱我们平分。当初也是这个老太婆收了钱，把女儿迷晕送我床上的。此刻我感觉脑袋嗡的一声炸了。活了25年，第一见识到人性的可怕和肮脏，竟然还是生母。那时候大姑姐心里该有多绝望，受了多少委屈，才学着用不在意隐藏悲伤。老公得知真相，又该多心疼，多自责。自责自己没能力保护姐姐，还有我那可怜的孩子。婆婆犯下的错罄竹难书，实在太可恨，只听着就让人愤慨。亲戚们挥舞着手臂，主张报警，一人一口诅咒谩骂，个个眼神凶狠。婆婆吓得脸色惨白，直接瘫在地，爬到姐夫爸妈跟前，磕头认错：亲家母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。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，我走得远远的行不行？求求你们别报警。大姑姐移开视线，缓缓闭上眼睛，冷漠的声音带着颤抖，空口白牙说了不算，这件事也得听听弟弟的意见。随着话锋，大家的目光看向老公，他眉头紧蹙，盯着婆婆，一脸厌恶。没有丝毫犹豫，立马给出了方案：断绝关系。听这话，婆婆如同被抽干了力气，瘫软无力，失神地盯着地面，嘴里重复着：完了，全完了。我不理解，大姑姐为什么选择和光头男和解？明明有证据，不是吗？
大姑姐摇摇头，笑得苦涩。有些人惹不起，有些事赢不了。我在等一个注定成功的机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光头男家里在当地有些势力，他用姐夫一家威胁大姑姐就范，又忌惮大姑姐手里握着的把柄，一个不愿牵连无辜，一个不想惹上官司，权衡利弊后只能各退一步达成协议。其实想想，真的挺无奈。我们这种平头百姓受到迫害欺压，到底该不该维权？又该怎么维权？还有甩不掉的婆婆，死活不愿意断绝关系，非要黏着我们，哭诉自己被一老头骗财骗色，导致无家可归，迫不得已才来投靠我们。短短几句说的凄凄爱爱，逻辑不通。我问他，既然知道自己不被待见，一无所有过来投奔我们，你凭什么嚣张跋扈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？婆婆没料到我会这么问，眼神闪躲，干咳几声来掩饰自己的心虚。其实婆婆的心思并不难猜，她只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也不会对老公和大姑姐感到愧疚。相反，她会怨恨子女的反抗，没有任她摆弄支配。母亲这个身份成了婆婆作恶的护身符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婆婆确实安分下来，每天帮我们洗衣做饭、打理家务，还找了份保洁的工作，有了稳定收入。我和老公以为婆婆这次是真心悔过，对她的态度有所缓和。可好景不长，也就半年时间，婆婆莫名其妙地开始催生，说话夹枪带棒，动不动就在我面前阴阳怪气。谁家生了儿子，谁家添了老二，我只当听不见，听烦了就对他，这不都怪你？之前流产医生说了，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适合备孕。一来二去，婆婆也就不再提。我自以为她是出于愧疚，然而事实却给了我一记耳光。婆婆又捣鼓起了生子偏方，婆婆蒸了一笼包子，招呼我和老公尝尝。吃一口我就吐了出来，味道好怪，除了香料和辣椒，没吃出来是什么馅。见老公吃的挺香，我也没多想，手艺再差也是心意，强撑的后果就是过敏休克。几口包子下肚，我感觉浑身发痒，呼吸困难，还没来得及叫老公，身体发麻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又一次在医院醒来，爸妈正在指责老公粗心，明知我对羊肉过敏，还给我吃羊肉包子。老公低着头，还没说什么，婆婆不乐意了，挡在老公面前瞪着眼，气势汹汹。包子是我做的亲家母，有气朝我撒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给包子添加了特殊馅料，怎么了，妈？老公诧异地张大嘴巴，愣了一瞬，接着烦躁地按压额头，闭上眼睛。你又背地里做了什么？什么叫背地里？我不都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好吗？婆婆大声反驳，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得到的生子秘方。我一听，直接哇哇吐了出来。包子里的肉居然是刚出生的羊崽子就着胎盘一起剁碎的混合物，不知吐了多久，感觉嘴里发苦。爸妈和老公心疼地给我拍背送水擦眼泪，婆婆却站在一边趾高气扬地说教：佳佳，不是我说你，也太矫情了，结婚2年没孩子不着急吗？只要能怀孕过敏算个什么事，又死不了。闭嘴！我们4个人异口同声吼道。婆婆吓得一激灵，隔壁床病友们也纷纷看向婆婆。婆婆咬牙隐忍，指着我连说了几声好，直接推开门，坐在走廊撒泼，拍着大腿，又是哭又是喊，谁劝都没用。哎呦，大家伙来看看，我好吃好喝，伺候着儿子儿媳妇，有错吗？想要孙子有什么错？花钱出力不讨好，我怎么这么命苦？
你能不能消停点？老公沉着脸想把婆婆拽起来，她不愿意，一把甩开。围观人群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婆婆见局势对自己有利，更加猖狂，环胸倚在墙上朝我翻了个白眼，要我说不行就离婚。这个儿媳妇指不定能不能生呢，可别耽误我抱孙子。明晃晃的污蔑，我气到双手发抖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恨，不顾爸妈阻拦，抬手狠狠扇了婆婆一巴掌。婆婆尖叫着捂住脸，疼得站了起来。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个毒妇！我抄起拖鞋再次挥了出去，同婆婆撕成一团，薅着头发踹着腿。老公和爸妈费了好大劲才把我俩分开。我和婆婆站在对立面，喘着粗气，死死盯着彼此。看热闹的人选择站在婆婆身后，朝我投来鄙夷的目光，指责身为小辈的我不孝不敬。一时间，恶语像刀子一样往我身上捅，捅得我遍体鳞伤。反驳的话还没说出口，眼睛就已经被泪水淹没。闭嘴，都闭嘴！我捂着耳朵疯狂嘶吼，喧嚣瞬间沉寂。你们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教育我？你们知道他对我做过什么吗？我瞪着众人，浑身都在颤抖。我欺负他，为什么住院的是我？我的婆婆曾为了生男孩，亲手流掉了我的孩子。我在血泊里求他救我，他却跑了。要不是大姑姐凑巧来家里，我早就死了。我的婆婆才2年就忘记了那个被她害死的孩子，污蔑我不能生育，明知道我对羊肉过敏，骗我吃羊肉包子，导致我休克住院。我的婆婆一句过敏死不了，你矫情个什么劲？就想把责任推卸，还让她儿子离婚再娶。你们告诉我，我哪里做错了？除了摊上这样一个恶婆婆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像个疯子一样拍着胸口大声质问，发泄过后又重重地跪倒在地上。老公将我紧紧抱住，一边哭一边道歉。刚才满口仁义道德的群众发现被骗矛头，立马转向婆婆，辱骂的话更加难听。婆婆可不是善茬，指着众人的鼻子破口大骂。有人想动手，她就躺地上打滚装难受，讨要医药费。一时间，整个走廊吵得不可开交。我冷冷看着眼前尖酸刻薄的婆婆，对她恨之入骨。医院怕出事，派人出面调解后，人群才逐渐散去。进屋时，婆婆嘴里还在骂骂咧咧，指责老公不帮她，扬言以后全当没有这个儿子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老公爽快答应，婆婆直接噎住，愣在原地。婆婆再次耍赖，必须给10万她才离开。我和老公没搭理，改了密码，并告诉门卫，见到婆婆直接赶走。她会撬房门，一连吃了几次闭门羹，婆婆开始换策略，每天坐小区门口散播谣言，逢人就说我和老公不给她养老不孝顺。门卫大爷听了，信以为真，生了怜悯之心，教育我们做子女的要懂得感恩。我没说什么，只点点头。第二天就在小区门口挂个喇叭，24小时讲述婆婆的卑劣事迹，恶行多到令人发指。这天以后，婆婆就消失了，没了婆婆作妖，我们的生活平静和睦。趁着休息，我和老公陪大姑姐带孩子体检，走到医院门口，看到路对面的婆婆正鬼鬼祟祟往胡同里钻。我和老公对视一眼，悄悄跟上，让大姑姐等在原地。胡同里，婆婆正和一中年男人窃窃私语，不知说了什么，男人变了脸，很不情愿。为什么要我动手？你不是更方便吗？婆婆跺脚，一脸焦急。我现在不是进不去小区吗？放心吧，小刘，受益人是我。
到时候我儿子出意外，不管是死是残，都能赔不少钱，咱俩本金能翻好几倍，这可比小孩值钱。我听到了什么？婆婆竟然给老公买了保险，还密谋制造意外事故。我吓得一身冷汗，惊恐地看向老公，他也没好到哪去，脸色苍白，嘴唇都在颤抖。我们互相搀扶着离去，和大姑姐碰头后，老公直接跌坐在地上，胡乱扯着头发，低头沉默。我向大姑姐阐述听到的经过，声音忍不住哽咽。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母亲？到底是不是亲生的？也许真就不是亲生的。大姑姐冷冷答道。老公身体一僵，抬头询问：姐，你在开玩笑吗？大姑姐摇摇头，锁着眉，不能100%确定，但可能性很大。我5岁那年，你才2岁。之所以会记得，是因为妈妈的表情和语气特别凶狠。她用柳条抽你，边抽边骂你和那个女人一样贱，反复提到一个名字：郑启航。大姑姐扫了老公一眼，有些自责。当时还小，没想明白，后来经历一系列变故，咱姐弟俩相依为命，我就渐渐把这件事忘了。言毕，老公眉头紧皱，两眼无光，整个人陷入呆滞。接下来我们每天派专人蹲守，终于带到了正给车子做手脚的男人，直接扭送进派出所。警察根据证据和男人的供词，当即将婆婆逮捕。婆婆一口咬定是男人诬陷，表示对保险不知情，反复强调自己不会伤害亲生儿子。老公听了冷哼一声，直接掏出亲子鉴定甩在婆婆面前。亲爱的妈妈，谁是你亲生儿子？我和你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所以这就是你害我的理由。婆婆慌乱地翻看亲子鉴定，看着看着疯狂大笑，支起身对着老公咒骂：混蛋！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收点利息怎么了？你和你亲妈一样下贱！该死，是你们负了我，你们全都该死，不得好死！证据确凿，婆婆被关了起来。我们根据大姑姐提供的线索，找到了老公的亲生父母郑启航夫妇。这些年一直没放弃寻找孩子。对于婆婆这个人，他们没有丝毫印象，不明白婆婆为什么要拐走年幼的孩子。这件事的真相，应该只有婆婆这个当事人才能解答。我们带着疑问去探视，婆婆看到老公亲爸郑启航，非常激动，两眼放光那种，伸着胳膊不停呼唤启航哥哥，夹着嗓子喊得我鸡皮疙瘩掉一地。你认识我？郑启航只这一句就让婆婆发了疯，使劲拍打玻璃，红着眼睛自言自语：不可能，启航哥哥怎么会忘了我？一定是那个贱人搞的鬼。婆婆显得很焦急，说了好多过往，试图唤起眼前人的记忆，什么青梅竹马，什么英雄救美。婆婆像是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，闭着眼睛，一脸陶醉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很无语，齐齐望向郑启航。他蹙着眉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你是初中那个跟在我身后的女孩？对对对，启航哥哥是我呀，我是你的梅梅呀。婆婆兴奋得差点跳起来，整个人看起来异常诡异。启航哥哥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。谁说的？郑启航反问。我们根本不熟好吗？郑启航脸色铁青，白了婆婆一眼。他嘴里的故事完全是另一个版本。郑启航和婆婆只在初中时同窗过1学期，搬家以后再没联系过。1学期里，两人总共也没说过几次话。对婆婆有印象，完全是因为她给郑启航留下了阴影。上学时，婆婆总是跟着盯着郑启航，无论上课下课任何地方，
从男厕所出来都能看到他在蹲守，盯得他发毛。不可能，你不喜欢我，为什么总对我笑，还往我胃洞塞情书？情书！听婆婆这话，我们的目光再次锁定郑启航。他慌忙摆摆手否认：“不是，我是对他身后女生笑，情书也是替别人放的。叫什么来着？瘦瘦黑黑坐你后侧，高庄。”婆婆接过话，郑启航兴奋地拍手：“对，就是他，高庄，不就是我那被逼死的公公吗？居然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孽缘。”婆婆不愿接受事实，紧紧盯着郑启航，眼神很难过，一会哭一会笑。被带走时还不忘大喊：“我哪里比不上那个贱人？我不相信，我不信，信不信我对你都没有任何情意？你拐走我儿子，害我们骨肉分离多年，这笔账我一定会和你清算。”闻言，婆婆的肩膀终于塌了下去，一切不过都是她的臆想，最终自作自受，设计杀人加上拐卖，婆婆后半生都得在监狱度过。一开始她还祈求大姑解救她，一口一句亲生女儿，回忆童年往昔。大姑姐朝她看了一眼，便低下头。直到法官即将宣判时，大姑姐突然站了起来，状告婆婆涉黄，把她和光头男人的交易摆上了庭堂。原来婆婆把大姑姐卖给姐夫后，看姐姐漂亮，觉得一次性交易很吃亏，设法把大姑姐介绍给了同村的一个暴发户，也就是光头，打算两头吃。婆婆把大姑姐迷晕送过去，正巧被姐夫一家撞见，他们很愤怒，扬言要报警。婆婆和光头男人恐吓威胁，只要说出去就杀了姐夫，散播大姑姐的裸照。姐夫爸妈胆小不敢反抗，大姑姐也只能独自吞咽委屈。亲妈给的委屈，大姑姐语气平淡，好像事不关己，眼神却流露着愤恨和悲哀。婆婆因此加刑，光头男也跑不掉。这下婆婆彻底没了理智，挣扎着大喊大叫：“该死！你们都该死！我要杀了你们！”大姑姐不在意，挑眉对婆婆笑着故意挑衅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咱俩谁先死还不知道呢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给你收尸。”从里面走出来，我见大姑姐长长的松了口气，老公也释怀的笑着，发自内心的轻松。我问大姑姐以后有什么打算，她笑笑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好奇就直接问：“干嘛拐弯抹角？是不是想问孩子的事？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？”有些不好意的点点头。大姑姐揽过我的肩膀，低声说道：“孩子当然是你姐夫的呀！”什么呀？大姑姐手动把我的嘴闭上，轻描淡写地说起了过往。婆婆不知道，她把大姑姐转卖时，大姑姐已经怀孕1个多月。姐夫一家对大姑姐很好，大姑姐对姐夫也是真心相待。出事后，大姑姐公婆没有嫌弃，只心疼大姑姐受了罪。听完，我为大姑姐感到高兴，她真的很好，很强大，值得拥有幸福。往后余生，希望她平安喜乐。很久以后，我思绪一闪，猛然问起大姑姐：“为什么一开始不报复婆婆？”她怔了怔，眼神飘向远方，可能是怕牵连他人，也可能对于血亲，我还是希望她能迷途知返，哪怕对我有一丝丝良知。我随着大姑姐的目光看过去，窗檐下燕巢里，大雁的翅膀展开，呵护着几只雏燕。我曾想过，怎么会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？婆婆却亲身告诉我，会，毕竟不是每个家都是避风港，不是每个母亲都称职。像婆婆这样厌恶自己妻子和母亲的身份，当她认为自己过得不幸，认为生活是在献祭折磨自己，她希望儿女和她一样永坠地狱。以上
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